标本中心存放着一具上百年的人类尸体，据说曾是美军做生化实验遗留下来的产物。为了让新来的阿伟见见世面，老头打开了盖子。阿伟一看，瞬间就亚麻呆住了。这玩意不会泄漏吧？老头信心满满的表示，这可是美军工程师所制造的，怎么可能会泄漏？没想到下一秒就啪啪打脸。老头只是轻轻一拍，里面的气体就漏了出来。吸入气体的两人瞬间倒地不起。更可怕的是，气体从通风管道蔓延至整个标本室，而接触到气体的尸体竟然活了过来。两人虽然醒了过来，但明显感觉身体出现了异样。他们站起来往罐子里面一看，发现尸体竟然凭空消失了。老头觉得可能是因为接触到空气，尸体因此被溶解了，于是并没有在意，关上盖子便回到了1楼。由于味道有点上头，老头拿起除臭剂开始喷洒。可就在这时，阿伟似乎听到了狗叫声，两人循着声音找过去，发现竟然是小狗标本复活了。老头见状，立马用棍子解决了它。不料刚缓一口气，人体标本室又传来敲门声。老头顿感不妙，一定是罐子里的气体让尸体再次复活的。这件事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，不然整个公司都得完蛋。于是他们就打电话叫来了公司的老板。得知情况后，老板气得当场发飙：不是告诉过你不要碰那个罐子吗？可事已至此，目前也只能先把复活的尸体处理掉。于是三人就把丧尸给放了出来。可让他们没想到，即使爆了丧尸的头，这只丧尸依然生龙活虎，怎么跟电影里的情节不一样啊？就算把丧尸尸首分离也于事无补。无奈之下，他们只好将丧尸大卸8块，然后送到焚烧间找老白处理。看着蠕动的袋子，老白想看看里面到底是啥，因为他这里可不焚烧活物。老板说看可以，但是必须保守秘密，而老白也答应了下来。可不料袋子刚打开，掉在地上的丧尸手臂就抓住了老白的大腿，吓得他直接瘫坐在地。等到老白冷静下来，老板便将事情的原委告诉了他。得知真相后，老白也打开焚化炉，把丧尸推了进去。本以为一切都已经结束，却不料浓烟飘向天空，而此时又刚好下起了大雨，有毒的气体混合着雨水洒落在墓地，把几名正在坟头蹦迪的精神小伙淋成了落汤鸡。他们想要开车离开，却发现车子被导演动了手脚，而雨也越下越大，很快就侵入了地底。墓地里的尸体开始蠢蠢欲动。老板看见烧成灰烬的丧尸，终于长舒了一口气，殊不知更大的危险即将来袭。而老头和阿伟因为吸入毒气，身体也发生了奇怪的变化。看到两人要死不活的样子，老白立刻拨打了急救电话，救护车很快就赶了过来。但医生经过检查，发现两人的血压和脉搏都已经停止，这种情况他们从未见过。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已经死了，但看两人的样子又没有完全死透，显然他们受到毒气的影响，正在慢慢变成丧尸。与此同时，阿伟的女友来到标本中心找他，却发现整个标本室空无一人，只在地下室的门口捡到了阿伟掉落的帽子。他以为男友就在地下室，于是就走了进来，可这里也没有看到阿伟的身影。而那个罐子明明已经关上，可现在却打开了，看来里面的东西已经跑了出来。女人刚准备离开，却突然听到角落里发出奇怪的声音，下一秒罐子里的丧尸出现在眼前，那恐怖的样子吓得女人急忙逃跑。可她在上楼梯的时候，却不慎踩断木板，又掉回了地下室。眼看丧尸步步紧逼，女人只能躲进一旁的小房间里。但这只丧尸似乎很聪明啊，她拿起一根铁链挂在门上，试图使用工具拉开肛门。随着铁链被绷直，肛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形，女人绝望的失声尖叫，刚好被闯进标本室的精神小伙听到，他们立刻循着声音跑到地下室，而肛门也在此刻被拉开。但跑在前面的男人却不慎被咬。看到这恐怖的一幕，剩下的人急忙跑到1楼，并且用木板把门死死封住。随后他们跑到外面，可这时的雨却越下越大，他们不得不找个地方暂时避雨。不料刚停下没多久，墓地里又有东西爬了出来，几人被吓得四散而逃。其中一个女孩没来得及逃走，被丧尸当场送走。其中3人逃到焚烧间，立马向老白说明了情况。老板得知又有死人复活，瞬间怒火中烧，看来生化病毒并未得到控制。而2名不明所以的医生此时准备回到车上拿担架，其中一个医生刚打开车灯，前面就出现一群丧尸，他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一只丧尸拉开车门。他想要逃跑，可刚下车就被其他丧尸抓住。同事听到声音下车查看，却与一只丧尸迎面相撞，接着就被一群丧尸当场撕碎。而此时屋里的人正在商量着逃跑，但奈何汽车都被导演动了手脚，眼下只有跟着救护车一起离开。然而当老白来到外面，却发现救护车车门敞开，而医生也不知去向。直到关车门的时候，老白这才发现被咬的医生，他吓得立马开枪击中了丧尸，但子弹对这些丧尸根本毫无作用，没有双腿的丧尸反而追了过来。老白赶紧跑回焚烧间，告诉众人外面有丧尸。2名医生已经去了西北，他们本想拨打电话报警，却发现电话也被导演动了手脚。而此时尸群已经发起了总攻，他们立马将大门堵住，还把所有门窗都封了起来。但他们低估了丧尸的智商，只见一只丧尸拿起救护车上的对讲机，向指挥中心呼叫了外卖。屋里的人刚缓一口气，就听到了救护车的声音。只见2名医护人员刚下车，就被一群丧尸当场扑倒。突然身后又传来动静，丧尸即将破门而入，几人奋力抵抗，但其中1人却不慎被抓住了手臂，丧尸将他拉出去，一口就咬在了脑门上。男人的求生欲很强，硬生生把丧尸给拉了进来。老板见状一斧子劈下，连同丧尸一起带了进来。老白立刻把门封住，虽然暂时挡住了丧尸的袭击，但被咬的男人已经去了西北。由于找不到方法将丧尸杀死，他们只好把半只丧尸绑起来，而外面的丧尸也尝到了甜头，不断在用对讲机呼救支援。不管是赶来的警察还是医护人员，都没能逃过送外卖的命运。更糟糕的是，吸入毒气的2人也发生了变异，并且开始在屋里袭击其他人。好在关键时刻另外3人赶到，老板哭哧一下击倒丧尸，然后把变异的2人关在了里面。剩下的人意识到不能再坐以待毙，于是老板跟长毛突破重围，准备驾驶着警车离开这里。
可不料丧尸的数量众多，他们刚开到门口准备接应屋里的人，就被一大群丧尸团团围住。无奈之下，两人只能一脚油门逃离这里。老板本想开着警车去寻找救援，却又被狮群拦住了去路，他们只能被迫回到标本中心。在这里刚好遇见墓地走散的两人，而更多的警车在丧尸的呼叫下赶了过来。一只丧尸还扮成一名警察接应，警车刚停下，狮群就从四面八方袭来，车里的警察瞬间团灭。这一幕刚好被空中的直升机看见，他立刻将情况向上面汇报。而标本中心的几人也看到了直升机，得知这里已经被警察包围，他们打算前往地下室，用下面的电话求救。可里面有一只丧尸，但这是唯一的办法。长毛刚打开门，丧尸就扑了过来，老板一棍子让他脑袋搬家，然后趁机进入地下室。不料刚接通警局的转接电话，还没来得及说明情况，外面的警察就被丧尸袭击。由于丧尸的数量太多，警察布置的防线很快就被突破，希望再次变成绝望。这时老板突然想到了罐子上的电话，如遇紧急情况便可拨打，于是他果断打了过去，没想到竟然真的打通了。接电话的是一名军方的上校，得知是罐子出问题后，上校显得非常的淡定，因为他曾经参与了生化病毒的研究，但由于运送途中出了问题，罐子便遗失了。现在终于找到了，了解了所有情况和事发的位置后，上校立刻下达了轰炸任务。原来他们早就制定了突发情况的作战计划，为了销毁所有证据，打算连同病毒爆发地和幸存者一起抹除。随着指令的发出，一颗特制的炸弹随即发射。Listen. You hear anything? 一阵猛烈的爆炸过后，整个区域都被夷为平地。但事情真的结束了吗？这么精彩的剧情，当然要有另一半一起看。想谈恋爱的兄弟，是不是身边总遇不到满足你要求还对你心动的女生？去牵手啊！不怕提要求，要求越多，帮你找得越准。找对象就用牵手。军方正在运送一批神秘的货物，可途中因为路面颠簸从车上掉了下来，而驾驶室的司机却丝毫没有察觉。其中一个罐子还滚进了臭水沟里。不知过了几天，几个小孩在捉迷藏的时候，无意中在下水道的出口发现了这个罐子，他们想都没想就打开了上面的阀门，谁知里面竟然装着一具尸体。几人被吓得落荒而逃，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为首的牙套男准备和同伴再次回去一探究竟。为了防止小帅碍事，还将他关在了一旁的墓室里。与此同时，一伙盗墓贼来到了墓地，他们闯进墓室，准备从里面捞点值钱的东西。小帅看到盗墓贼，果断趁机开溜。而在下水道这边，牙套男敲碎启动装置的玻璃盖，按下了上面的按钮。随着红色警报器的亮起，一股绿色气体从里面喷涌而出，这股味道有点上头。两人被呛得立马开溜。殊不知这种气体带有致命病毒，通过下水管道，气体飘向旁边的墓地。而此时又刚好下起了大雨，雨水混合着有毒气体渗入了地下，里面的东西开始蠢蠢欲动。此时早已回到家的小帅看向窗外，刚好看见两个小伙伴狼狈的身影。于是小帅来到牙套男的家里，发现他躺在床上，好像生病了。显然牙套男因为吸入有毒的气体，已经感染了可怕的病毒。为了确认是不是白天的罐子出了问题，小帅独自一人全副武装的回到了下水道。只见罐子已经被打开，而里面的东西早已不知去向。这时小帅注意到了罐子上的电话号码，猜想这个号码一定可以联系到罐子的主人，于是就记在了本子上。可他刚准备离开，就发现了可怕的东西。那恐怖的样子吓得小帅急忙开溜，好在丧尸的移动速度缓慢，他躲在出口一把将丧尸推了下去，随后一路狂奔，慌忙的离开了现场。可来到墓地的时候却已经体力不支，他刚停下准备缓口气，又发现地上好像有东西要破土而出，接着一只大手缓缓伸出，小帅见状只能继续逃跑，而更多的尸体也开始复活。此时还在墓室里的两名盗墓贼并不知道，他们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。只见气体飘进墓室，棺材里的尸体爬了出来。阿伟见状立刻提醒强哥，强哥一转身，吓得嘴巴里的苹果差点噎死自己。两人盗墓多年，从未见过这样的状况。阿伟上去就是一铁棍，但对丧尸却毫无作用。这玩意怎么死不了啊？两人意识到不妙，于是慌忙逃离了这里。可刚来到门口，却发现外面的丧尸更加的多，懵逼的两人当场懵逼。突然一只丧尸抓住了强哥的脚踝，好在被阿伟一脚救下，他们只能继续往外面跑。没想到四面八方都是丧尸，在逃跑的途中，两人刚好遇见准备进去找他们的阿珍，看到男友阿伟，阿珍立马质问：你们是不是在里面干什么丧尽天良的事了？而强哥也认为是自己的罪过，跪在地上就开始自我救赎。可眼下丧尸的数量太多，他们也只能先离开这里。另一边的小帅刚回到家里，就把看见丧尸的事情告诉了姐姐和姐夫大壮。可无论他怎么说，两人就是不相信。为了防止弟弟继续搞事，小美还把他关进了屋里。但小帅并没有坐以待毙，为了拨打罐子上的电话，他烧起浓烟，触发了火警系统，在小美打开门的一瞬间趁机溜出，然后跑进隔壁房间，用里面的电话拨打了罐子上的号码。
没想到电话果然打通了，接电话的是一名军方的上校，可还没来得及说明情况，外面的通信箱就被逃命的盗墓贼撞坏了。三人下车查看，却发现街道上布满了丧尸。在逃跑的途中，他们误打误撞的来到了小帅的家里，看见陌生人闯进来，大壮叫他们立刻出去。三人急忙解释，外面到处都是丧尸，而小帅也说必须马上报警，可小美却还是不相信。几人正在争执中，强哥的包里突然动了起来，原来是他们顺走的脑袋也发生了变异，众人被吓得惊慌失色，而小美和大壮也终于相信了他们的话。这时强哥的手指不慎被丧尸咬了一口，吃痛的他立马扔了出去。大壮见状，从腰间取出螺丝刀，上去就是哭哧一下，可这颗丧尸头不仅没事，嘴巴里反而不停地骂骂咧咧。大壮只好将他扔出屋外，而小帅准备去打电话的时候，却被门外的丧尸抓住了脑袋。好在关键时刻，大壮和小美及时赶到，割断小帅的头发，才将他救了下来。眼看丧尸即将破门，两人急忙用柜子把门堵住，可尸群迟早会冲进来，眼下必须想办法离开这里，因为车子在刚刚被撞坏了，他们只能去隔壁的医生家里搞车子。大壮掩护他们先走一步，自己则留下来查看情况。没想到下一秒丧尸就冲了进来，正要离开时，又与另外一只丧尸迎面相撞，丧尸将他扑倒在地，刚好按到了掉落的遥控器，电视随即被打开，扭打在一起的一人一尸被健身的女人所吸引，看来即使变成了丧尸，但本性却依然没有变。其他丧尸纷纷被吸引，反应过来的大壮这才想到逃跑，而正在逃走的几人也被丧尸盯上。聪明的丧尸竟然会控制脚步声。好在追上来的大壮救下了小美，把丧尸钉在墙上，两人趁机跟上队伍。他们很快就到达了医生的家里，可经过一番解释，医生却并不相信有什么丧尸。看着他不慌不忙的样子，情急之下的大壮只能稍微粗暴一点。But we've got to get the keys to your car right now. Must be emergency, huh? We don't have time for this! Oh, well. 几人来到车库，看到外面的丧尸，医生也终于相信了。眼看尸群已经破门而入，大壮一脚油门冲出了车库。外面的街道已经被丧尸占领，在尸群中，小帅看到了牙套男的身影，显然吸入气体也会发生变异。而强哥和阿伟因为吸入气体，身体已经开始出现异样。强哥刚打开窗户准备透透气，却不料车顶出现一只丧尸，一把就抓住了他。强哥赶紧关上窗户，大壮一脚刹车将丧尸甩了下去，可丧尸的手却留在了强哥的脖子上，众人都被吓坏了，唯独医生一脸淡定，直到那只手给他来了个猴子偷头。小美见状一把扯下，接着丢出了车外，而被抛弃的手也很懂礼貌，对他们的做法表示由衷的感谢。此时强哥和阿伟的情况越发的严重，没办法，他们只能先将两人送到医院，可来到医院却发现空无一人。不过好在队伍里有一名现成的医生，他穿上工作服就开始检查，而大壮则带着姐弟俩来到外面求救。但让他们没想到，警察局里也空无一人。突然车上的小美看到了一群丧尸，她果断大声提醒两人，可没想到却引来了丧尸。三人立刻上车，在丧尸到达之前离开了这里，但他们并没有回到医院，而是来到了爷爷的家里。走进屋里，却并没有看见爷爷的身影，看来他已经凶多吉少。好在屋里的枪还在，三人各拿一把武器后，便再次回到了医院里。大壮本想叫他们赶紧离开这里，可医生却说两人的情况很严重，不仅瞳孔没有任何反应，就连身上也出现了尸斑。严格来说，他们已经死了，但看样子又没有完全死透，显然两人正在发生变异。然而就在他们商量着该怎么办的时候，却不知道小帅独自一人悄悄来到了广播室，他对着麦克风大声说话，成功引起了一只丧尸的注意。眼看丧尸打碎玻璃，小帅果断掏枪射击，接着趁机跑向电梯口，而丧尸并不打算放过他。关键时刻，听到枪声的大壮和小美赶到，小美一喷子把丧尸一分为二，却不料这丧尸依然生龙活虎，上半身还抓住了一旁的小帅，直到小帅打开蒸汽阀，这才阻止了丧尸的进攻。三人也趁机进入电梯，而此时病房内的强哥得知医生打算抛弃他们，哭哧一下便敲晕了他。等到剩下的人追上来，三人已经开着车子逃之夭夭。在逃跑的途中，他们遇见了几名士兵，但士兵害怕被病毒传染，所以并不打算帮助他们。两人在拉扯中，却丝毫没注意身后的强哥已经变异，士兵当场被咬，其他士兵果断开枪射击，然而子弹根本就毫无作用，剩下的士兵只能选择逃跑。而阿珍也带着阿伟离开了这里，可在途中的时候，阿伟也发生了变异，阿珍就这样领了盒饭。与此同时，大壮几人驾驶着救护车离开了医院，在途中他们撞飞一只丧尸，无意当中发现了丧尸的弱点，原来电击可以将他们解决。可就在他们准备离开小镇时，却发现整个小镇都已经被军方封锁。几人以为终于得救了，但军方禁止任何人踏出这里，甚至开枪将他们逼退。无奈之下，一行人只好来到屠宰场，因为知道了丧尸的弱点，他们打算用猪脑吸引丧尸。可在门口等待的小帅却听到了汽车的声音，他以为是幸存者，于是就跟着声音追了过来，没想到竟然是一群开车的丧尸。好在他反应迅速，及时折返了回去。一切准备就绪的几人开车来到街上，把猪脑抛向路面，尸群被成功吸引。他们把丧尸引到变电站，然后关上铁栅栏。医生负责在控制室拉电闸，剩下三人则在外面布置陷阱。本以为一切都会顺利，却不料牙套小丧尸翻过栅栏，把所有丧尸都放了进来。眼看尸群蜂拥而至，三人只能被迫钻进货车里。可由于太着急，对讲机却遗落在了外面，而控制室的医生还在等待拉电闸的命令。看着车厢里的小窗口，大壮心生一计，叫小帅爬去驾驶室。在大壮的现场教学下，小帅成功启动货车，一脚油门便冲进了控制室。他一路狂奔来到控制台，果断拉下了电闸，随着强大的电流通向提前布置的陷阱，所有丧尸跳起了欢快的舞蹈。
本以为一切都已经结束，却不料牙套丧尸并未受到电击，他一把扑倒小帅。好在关键时刻医生及时赶到，趁对方分散注意，小帅一脚将他踹开，利用身后的高压电解决了牙套丧尸。经过长时间的电击治疗，外面的尸群也纷纷倒下，而军方的队伍也在此刻赶到，他们开始处理地上的尸体。幸存的几人潇洒离开，从此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。这是一座美军生化实验基地，为了强化军队的作战能力，他们使用尸体秘密进行生化武器的研究。只要将罐子里的神秘气体喷在尸体上，过不了多久，死去的人将再次复活，变成毫无人性的丧尸。更可怕的是，普通武器对这种丧尸根本毫无作用，唯有特制的麻醉剂才能暂时让他们停止行动。显然，此次试验非常成功，强哥对自己的作品很满意。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偷偷溜进来的儿子目睹了试验的整个过程。杰克不敢相信自己的父亲竟然这么变态，而他的女友露丝却很兴奋，以至于不慎弄出了动静，声音刚好被路过的士兵听见。害怕被发现，杰克带着露丝赶紧开溜，然后使用父亲的门禁卡离开了基地。而对于强哥的实验成果，上校也表示非常的高兴。如果能控制这种怪物用于未来的战场上，那将是一种多么恐怖的杀戮机器，而且使用的时候也很方便。用完之后就把它们进行冰冻，打包回家，下次再接着用，跟永动机没啥区别。可越厉害的武器也同样伴随着很大的风险。还没高兴太久，意外就发生了。博士在检查丧尸口腔的时候，突然被醒过来的丧尸咬掉了手指，显然是因为麻醉剂的技术还不太成熟，导致麻醉的持续时间太短暂。眼看丧尸继续对博士发起了攻击，2名研究员准备再次使用麻醉枪，但可惜还是太迟了。等到博士倒下之后，丧尸才被麻醉。为了防止丧尸再次苏醒，研究员只能把他死死绑住。然而他们并不知道，被咬的博士也发生了变异，两人还没反应过来，其中一人就被咬到了大腿。为了防止病毒泄露，外面的人果断封锁了实验室。看到这恐怖的一幕，刚刚还夸赞强哥的上校瞬间就变了脸。看来你这个想法不行啊！他不仅把强哥调离了工作岗位，还让旁边的女军官接手了。回到家的强哥立马就把杰克叫了过去，因为今天在基地的时候，他发现自己的门禁卡不见了。然而杰克却谎称没看见。找寻无果后，强哥把调离岗位的事情也告诉了他，称下个星期就要离开这个城市。热恋中的杰克一听瞬间就不乐意了，因为他不想抛弃女友，可父亲态度坚决，杰克只能带着露丝离家出走。他们骑着小摩托，开始幻想美好的未来。然而秀恩爱死得快，突然出现了大卡车，让杰克避让不及，发生了车祸。杰克只是受了轻伤，而露丝却因为撞在电线杆上失去了生命。看着倒地的露丝，杰克悲痛万分，他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。此时掉落的门禁卡吸引了杰克的注意，想到实验室里发生的一切，他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于是就带着露丝来到基地。看见是强哥的儿子，门口的守卫并未阻拦。就这样，杰克使用门禁卡顺利的潜入了实验室。显然因为露丝的死，杰克已经失去了理智。他穿上防护服，打开了装有丧尸的罐子，随着神秘气体将露丝的身体包裹。没过多久，露丝再次死而复生。杰克把她抱出实验室，却忘记把罐子关上了。两人刚来到外面，就听到一声巨响。杰克起身一看，发现是实验里的罐子倒了，里面的东西已不知去向。杰克顿感不妙，然而就在他准备关门的时候，丧尸突然出现在眼前。好在杰克及时关上了门，可此时露丝却感觉身体出现异常，无奈之下，杰克只好将死而复生的真相都告诉他。听到此话，露丝瞬间泪崩。突然，丧尸破门而出，一把就抓住了露丝。危机时刻，杰克一把推开丧尸，然后拉着露丝急忙逃跑。可谁知在刷卡的时候，听到动静的士兵赶了过来，看着对方手里的家伙，两人不敢轻举妄动。没想到下一秒，士兵就被追上来的丧尸当场扑倒。眼前的一幕把露丝吓坏了，自己以后会不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可眼下情况危机，他们也只能先离开这里。此时的杰克并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将会带来巨大的灾难。通过监控，强哥也知道了发生的一切。虽然基地的丧尸控制住了，但露丝的身体里携带着病毒，为了防止事态继续恶化，必须尽快抓住他们。而此时的杰克已经带着露丝来到街上，因为身体正在发生变异，露丝会感到饥饿难耐。于是他们来到一家商店，刚走进店里，露丝就抓起一大把零食大口的吃了起来。10年没吃过饭的样子引来几名精神老伙的嘲笑，双方因此吵了起来，眼看就要升级到肢体冲突。老板及时出面制止，但没想到他们趁机打劫。老板本想掏枪吓走他们，却耐不住对方人多势众，混乱中，老板不幸被击中腹部。几人见状立马开溜，可走在最后的小伙却被露丝咬了一口。吃痛的小伙反手就是一巴掌，离开时还把两人的摩托车给破坏了。没办法，两人只能开着老板的货车离开，顺便把他送去医院。可刚要离开时，警车却赶了过来，因为害怕露丝被抓住，杰克一脚油门便逃离了这里。然而警车并不打算放过他们，还将此事报告给了基地的强哥。得知两人的位置后，强哥立马带着人出发，而这边的警车也穷追不舍。老板表示自己马上就要无了，眼看杰克并不打算停车，他只好向后面的警察求助。没想到警察误以为他已经感染，于是果断扣动了扳机。遇到这帮老六，老板也是倒了8辈子的血霉啊！可即使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，露丝也并不打算放过，因为在他的眼里，这可是一顿丰盛的晚餐啊！好不容易甩开警察的杰克一转身，发现露丝正在吃脑花，他立马上去阻止，露丝当场就愣住了，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。随后警车也找到了这里，可他们不但没有
发现两人，还被车厢里变异的老板袭击了。另一名警察开枪射击，这显然起不到任何作用。好在关键时刻，强哥带着士兵赶到，用麻醉剂救下了这名警察。看来事态已经相当的棘手，只要被露丝咬到的人都会变异。此时那几名精神老伙刚好从这里路过，看到这一幕，以为军队是冲着他们来的，而被咬的小伙也感觉到了不适。几人也没想到一个咬伤会这么严重。为了给小弟找回场子，为首的丧彪准备去找他们两个算账，因为对城市的地形非常熟悉，他们知道刚刚的那个地方只能从下水管道逃走，于是一脚油门就朝下水道的出口赶去。而军队这边经过一番勘察，也找到了一些线索，确认两人是从下水道逃走的，也准备出发前往下水道的出口。此时的露丝为了不连累杰克，已经站在桥上准备一跃而下。杰克刚准备上前劝解，露丝却果断跳了下去。这一幕刚好被下面的流浪汉目睹。就在杰克寻找露丝的时候，流浪汉突然出现在身后，他告诉杰克这个高度不可能存活。然而当两人找到露丝的时候，却发现她依旧生龙活虎，因为丧尸的特殊体质，这点高度显然不算什么。流浪汉瞬间就呆住了。两人刚准备撒狗粮，却看见丧彪带着人来到了这里。见对方来者不善，流浪汉带着他们来到了他的下水道豪华公寓，并声称这个地方绝对安全，你们就放心的休息吧。他不仅腾出了自己唯一的床位，还交给杰克一枚幸运硬币。此时丧彪已经带着人进入了下水道，而强哥也找到了这里。正在门口睡觉的流浪汉被丧彪等人抓个正着，迷糊中的流浪汉被丧彪强行开机，声音也惊醒了熟睡中的杰克。一名小弟刚准备撬门，就被突然出来的杰克哭哧一下，准备掏枪的丧彪也被哭哧一下，可耐不住对方人多势众，杰克很快就被制服。就在丧彪准备逼问露丝的下落时，一个诡异的人影再次推开了门。只见露丝化身为荆棘女王出现在眼前，身上布满了各种铁钉和玻璃，这样的装扮一般人早就避之不及。可丧彪毕竟是个狼人，就喜欢这种独特的 cosplay， 还把他带进了房间里。谁知刚进去没多久，里面就传来凄惨的叫声。等到大门再次打开，丧彪已经去了西北。小弟见状果断开枪射击，但根本就阻止不了露丝的步伐，很快就被送去了东南。看到这恐怖的一幕，女人吓得立马开溜，可下一秒就被抓住了大腿。虽然杰克及时阻止，但女人却被变异的同伴咬了。眼看变异的人越来越多，三人只能退回房间，用木板把大门死死封住。可这些丧尸实在太猛，外面的铁门很快就被攻破，这样下去他们迟早会破门而入。杰克叫流浪汉带着露丝先走，自己留下来断后。Are you crazy? It's too late for her! You listen to me, goddamn! We're out here, all of us! You hear me? All of us! 情况危急，流浪汉也顾不上这么多，抱着露丝就离开了这里。可他们刚走没多久，狮群就冲了进来。好在杰克及时钻进了狭小的缝隙，从另外一边悄悄溜走。然而等他跟上队伍时，却发现流浪汉早已被失去理智的露丝送走。眼看露丝即将扑过来，杰克只好用棍子哭哧一下，这一下也打醒了露丝。此时的杰克非常自责，开始后悔复活露丝。他放下手中的棍子，准备跟随露丝一起变异。而后面的丧尸也冲破了房门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强哥带着人及时赶到，一发麻醉剂击倒了丧尸，其他丧尸纷纷被击倒，露丝也没能逃脱被麻醉的命运。随后他们都被带回基地，继续进行生化武器的研究。而露丝的种种行为也证明了丧尸存在着一定的人性，这对于以后的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帮助。所有丧尸最终会变成机器外骨骼的生化兵。杰克再次来到实验室找到露丝，得知她也会被进行改造，变成流浪汉的模样。杰克又一次选择作死，打开了关押露丝的牢笼，还一拳打倒了研究员。声音惊动了房间里的人，没有改造完的流浪汉趁机反抗，装备了机器外骨骼的他很快就解决了几名研究员。杰克见状赶紧给露丝解开锁链，因为他的恋爱脑让整个基地再次陷入危机，唯一的出口被自动封锁。在与流浪汉的打斗中，研究员不慎打中了电箱，实验室顿时陷入黑暗，应急电力刚启动，研究员就被流浪汉抓住，还意外打开了存放罐子的房间，里面的罐子被打翻，丧尸纷纷跑了出来，研究员被一把扔出。女军官见状开枪射击，可装有金属骨架的流浪汉无法被击倒，他也被一巴掌拍晕，而倒地的研究员则被拖进了罐子。杰克想要带着露丝离开，可无论他们怎么呼喊，外面始终无人回应。这时他突然想到了流浪汉给的幸运硬币。Come on, remember, it's me, help us, please! 流浪汉看着手中的硬币，似乎找回了一点曾经的记忆，于是就帮助他们，硬生生拉开了铁门。两人赶紧开溜，但同时丧尸也被放了出来。他们刚躲开一只丧尸，却不料又一只丧尸突然窜出，一口就咬在了杰克的手臂上。他推开丧尸继续逃跑。两人在经过一个路口的时候，刚好碰见了强哥，他抵住铁门叫儿子赶紧出去，可杰克却拒绝了，因为他已经被咬了。杰克说完便转身离开，只留下绝望的父亲。随后两人来到焚化炉，把温度调到最大，手牵着手走了进去。